我在小区买了一套房子，可搬家当天却被保安拦着大门不让进门，手里还比划着问我讨要5000红包，我不给，他便当众耍起无赖。不给行啊？你看你进不进得去就完了。我本打算与他讲道理，可半个时辰的对峙，他态度始终如一，没有红包坚决不让进门。话我已经放着了，你投诉也好，报警也罢，今天不给我个大红包，你死都别想进去。想来也荒唐，自己花钱买的房，到头来却要看一个保安的脸色。我最后再说一遍，我是业主，你只是个保安，你是为我服务的，没理由也没资格问我要钱。那就耗着呗，你看你今天进不进得去就完了。保安两手一摊，颇有一副无赖相。今天是我的乔迁之日，我不想坏了好心情，把车停在了门口，决定徒步进入小区。保安见状，也当场改变了手段。车停门口是吧？你听呗，一会儿被人拖走了，你可别来找我。我属实被他逼得有些气急了，迫不得已，我只能报警，让警察来为我主持公道。他见我报警，更是语出惊人。报警是吧？别以为报警有用，就算今天警察把你带进去，我也有的是办法让你住不下去。警察很快到场，那保安变脸的速度比翻书还快，也是在警察的帮助下，我们才顺利进入了小区。我本以为不愉快的事到此为止，可我却低估了那保安。在我与妻子迈入大门时，住我隔壁的邻居突然找上了门。小伙子，刚刚是你在跟老冯起冲突吧？邻居是个50、60岁的婶婶，通过她我才知道那保安姓冯。是啊，挺无语的，他一个保安竟然踩在业主头上。我本以为能引起邻居大婶的共鸣，可大婶确定是我与保安起冲突，脸色变得要多凝重就有多凝重。哎，小伙子，惹上这瘟神，你未来的日子怕是过不安稳了。大婶的态度让我有些搞不懂。就算那保安能耐，说到底他也只是个保安，不至于给他这么高的评价吧。大婶向我解释，你刚搬进来不知道，我们小区里没人敢惹老冯。他来头很大吗？来头是不大，无儿无女无父无母，光棍一个，但也正是他心无牵挂，耍起无赖来，谁都拿他没办法。说白了就是个老流氓，没事，这种人只要比他硬，他就扑腾不起来。大婶叹着气，你想的太简单了，你这屋原先的房主是出了名的脾气硬，到最后还不是被他给逼走了。闻言，我不由眉头一皱。买房那会儿我就感觉不太对劲，怎么同一小区，其他房源房价这么高，唯独这套100出头点就能拿下？开始以为是捡了漏，现在看来怕是另有原因。还有啊，18壮上个月也有新人搬进来，他当时跟你一样，又报警又干嘛干嘛的，结果有次他小孩发高烧，大晚上的去医院，老冯死活不开门。还有这种事？是啊，人家2口子都急坏了，他却在里面睡大觉，最后还是人家耗不住，塞了1万块钱，老冯才把杆子抬起。然后17壮有对夫妇要结婚，因为打点没到位，婚车1辆都进不来，实在没办法了，新郎背着新娘子到外面，结果新娘子准备上车的时候，老冯突然过去抓着新娘子又亲又抱，新人家属可都在场啊，那婚事最后闹得挺不愉快的。这事听得我相当的气愤，大喜之日，他一个保安竟然当众非礼新娘子。他们没报警吗？这种事足够追究他刑事责任了吧？大婶苦涩一笑，报了，怎么没报？但报警有什么用？老冯顶多进去关2天，出来后该怎样还是怎样。那物业呢？物业不管吗？物业管过，可他那种人哪管得住？物业经理想开除他的，但我听说上午刚把人开除，下午老冯就替经理接孩子去了，人家无牵无挂，逼急了，真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经理也是怕家人受牵连，又把他给请回来了。说到这，我才意识到事情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简单。不过相比起其他业主的遭遇，我更好奇我这套房的上一任房主经历了什么。可大婶却不再回答，她告诉我有些事情还是少打听为好，想想后面应该怎么办吧。老冯肯定会想方设法的过来报复。大婶回后，妻子在听说各位业主的事情后，非常担心的抓着我的胳膊，不知所措。就算大婶说的是事实，现在也是法治社会，我就不信了，那老冯还敢知法犯法，把事做绝不成？可让我怎么都没想到的是，第一晚就出问题。我和妻子正准备入眠，却突然听到外面有人撬门。我随手抓起个东西就躲到外面，结果却见门外的人老婆，他探着个脑袋，露出那不怀好意的笑。睡了啊？我愤怒不已，准备报警，但他却丝毫不慌。别动不动就报警的，外面监控坏了。再说，不是你让我来帮忙检查水龙头吗？老冯的一言一行证明了他有备而来。我怒不可遏，质问他：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老冯坏笑着，搓了搓手指：你红包还没给我？做梦！还是不给？那好啊。说着，他朝房间瞥了一眼。我看你车里放着不少出入证明，平时没少出差吧？你说你要是不在，你老婆一个人在家，会不会寂寞啊？他向我挑了挑眉，所谓合一一目了然。找死！我握紧拳头就要上去跟他理论理论，老冯却不慌不忙地退到了门外。来来来，看我伺候这么多年，大人可是要坐牢的。你进去后，你老婆什么味道？我狗得要来尝一尝。我虽被愤怒冲昏了理智，但他的这席话还是让我冷静了下来，忍住脾气。我咆哮着让他快滚，但他在离开前又一次对我恐吓道：从现在开始啊，钱我不要了，
你那就准备好，看看最后到底谁怕谁。里面那个，我走了啊，改天你老公不在的时候，我来找你，记得等我啊。经过这一遭，我理解隔壁大婶为何会说我以后的日子过不安稳。我的工作时常要去外地出差，为了妻子不受影响，我只能等天亮以后将她先送去娘家。可第二天，我带着妻子准备离开之际，却见我的车被人砸了，挡风玻璃碎了一大片，座位上全是污秽之物，轮胎也瘪了气，车身各个地方都有不同程度的凹陷。不用想，我都能猜到是谁干的。我立刻前去保安厅，拽着老冯将他重重按在桌上。周围的保安见状，急忙上来阻止我。你们就是这样维护业主权益的？他砸我车的时候为什么不拦着？我物业费交着喂狗的吗？周围的保安正要开口，老冯却先一步开了口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砸了你的车？调监控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该唱。昨晚地库的监控正敲坏了。那行车记录仪呢？你以为我车熄火记录仪就关了是吗？话落，老冯本能一愣，肉眼可见，他那嚣张的脸色开始一点点发白。在我报警之后，第一次见老冯脸上出现了慌张之色，他破天荒的向我开始求饶。别啊，我向你道歉总行了吧？以后不弄你了，你快打电话回去，叫他们别来了。我心底暗笑，原来你也有害怕的时候。我已经进去过一次了，那里面的滋味真不好受。这是你自找的。警察很快到场，了解来龙去脉后，警察们很利索，直接将老冯扣押，将他给带回了局里。我问负责处理案件的警察，像他这种情况，一般能判多久？最多半个月。才半个月？对于这个判决，我并不满意，但现实就是现实。得到肯定的答复，我闷闷不乐的准备回去。你等一等，有件事我得跟你提个醒，你那车子保险有的吧？保险？对，他上无老下无小的，做保安也是赚多少花多少，没钱赔给你，所以你想挽回损失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报保险。听到这话，我心中忍不住窝火，可惜改变不了现实。在我把妻子送回了娘家后，邻居们隔三差五的就会上门找我，说我这是替天行道。但在此期间，每一个上门找我的邻居都只是站在门口跟我交谈，好像屋里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一样。这让我不禁想到隔壁大婶当初的提醒，我愈发的好奇，当时她不肯说的东西究竟是什么。不行，这事必须弄清楚，今天就得找大婶问问。但也就在我购买水果时，无意发现马路对面有个人一直在默默监视着，那眼神让我很不舒服。这人不会跟老冯有关系吧？他进去才多久，我就被监视了。思来想去，潜在的威胁是最可怕的。我决定主动上前碰碰。当对方发现我朝他走去时，那家伙转身逃跑了。此番举动让我内心的不安更为强烈。怀着不安的情绪，我按响了大婶家的门铃。我大婶好像早就猜到我会来找她一样，明明在家却不肯开门。你把东西带回去吧，我今天不舒服。我自然不会这么轻易就放弃。隔着房门，我问他：婶婶，你不肯见我是怕我问前房主的是吗？那我不问了，就麻烦你告诉我，老冯身边是不是有什么亲戚，又或者有什么人跟他关系比较好，且跟他一样是个无赖？大婶没有回答我，她还是保持原先的态度。思虑再三，我也不好意思一直打扰人家。可就在我拎着东西准备回去自己屋里时，大婶突然又提醒了我一句：你还是尽快搬出去吧，过2天老冯就出来了，以他的脾气不会放过你的。搬家？我花100万买的房子，岂能说搬就搬？婶婶，我们还是等你哪天身体舒服了，好好聊聊吧。半个月眨眼即逝，这天我刚从公司回来，就见保安亭里坐着一道熟悉的身影。呀，下班了。我没打算搭理他，就他现在这态度，傻子都能看出来是挑衅，可他却没打算放过我。别这样，你车修好了。此番行为外加他提及我自己修理的车，令我心中那股火再一次沸腾。我冷冷地看着他。半个月没够是吧？蹲了半个月的老冯像是变了一个人，他变得比之前更嚣张了。没够，当然没够，里面包吃包住的，我巴不得永远待在那呢。是吗？你不用再拿这个吓唬我了，没啥用。就算你再把我送进去，我也就多关几天罢了。可你呢？这次自己修车，下次就不知道自己修什么了。我听懂了他的话外音，他把算盘打到我的其他财产上去。你有种就试试。话，我怕你啊，等着就行了。不与他过多纠缠，我回家后先向公司请了假，先将车子停到了较远的地方。但我还是小瞧了老冯。我第二天起来，他不光将我的方向盘丢在了门口，还不知从哪弄来一堆死老鼠。但这一次我没选择再报警，治标不治本的事情我不干。我在家门外安装了摄像头，他见有摄像头在，便没在门口放东西。可我买的房子是4楼，也就半天而已，我家的几扇窗都被他给砸了。我透过窗户痛骂老冯，他却满不在乎的在下面笑着。别这样，这才第1天，明天我会给你送些更好的东西过来。果然，第2天又是一片狼藉。这次我干脆不管，他看到我气急败坏的样，定会更兴奋。老冯见我没像昨天那样透过窗户骂他，慢慢的也失去了兴致。本以为老冯拿我没办法时，突然听到外头有人在尖叫：是谁这么缺德，往我家丢这些污秽之物的？老冯的声音紧接着响起：我觉得这么走有一阵。女人一看是老冯，立刻把头缩了回去。好端端的你砸我家窗干什么？我又没得罪过你。老冯在底下大笑：你是没得罪我，但有人得罪了。他现在给我装死，那我就恶心你们。你们要怪就都怪他去。说着，我又听到陆陆续续几下碎窗声，
凡是他能投掷到的位置，所有业主都遭殃了。当晚业主群炸开了锅。那个把老冯送进去的小子呢？出来！我一回家就见家里全部是血，问了才知道都是拜你所赐。我家也是，这多瘆人啊！我家还住着老太太呢，差点被吓出了个好歹。小子，你败状不在先，警告你，现在立刻马上去找老冯道歉。明天我家要还有血丢上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现在我被赶上架了，不去找老冯认错，邻居们就会受到牵连。一时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就在我头痛欲裂，有人敲醒了我家大门。小伙子，听声音是隔壁大婶。婶婶，家里挺乱的，就不开门吓你了。我想劝退大婶，可今日的大婶和我那天一样，没打算走。不就是鸡血吗？婶不怕，你把门打开，不解决问题，明天邻居们肯定会来找你的。婶介绍个人给你认识。听大婶这口气，像是有办法帮我解决当前的问题。开门一刻，我第一眼见到的并不是大婶，而是一个曾与我有过一面之缘，那个监视我的男人。你，对方冲我微微一笑，抱歉打扰，能让我进去坐坐吗？大婶挤上前来，将我往屋内一推。愣着干什么？人家来帮你，你还不让他进去坐啊？帮我？你不是一直想知道这屋上一任房主的事吗？他就是上任房主的儿子，让他跟你说吧。闻言，我瞳孔一缩，这监视狂竟是上任房主的儿子。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方华。其实我们过户的时候就该见面了，但因为那段时间我爸身体不好，所以就委托了中介，没能亲自过来和你见上一面。我记得你叫沈平对吧？我木讷地看着他，有点没搞懂现在的情况。是，我是叫沈平。聊正事吧。刚刚柳阿姨说我能帮你，其实在我看来，应该是你帮我。你不一直好奇我爸性子那么硬的人为何会向老冯妥协吗？我现在告诉你，因为老冯害死了我妈。你说什么？我妈是在这间屋子里去世的，所以房价才那么低，也是出于这个原因，周围的邻居都不敢进门。我恍然大悟，同时心里又有些发怵。别慌，我妈是个好人，她也不会害你。我想你现在一定很好奇我妈是怎么被害死的吧？很简单，我妈患有2型糖尿病，老冯那畜生一次又一次的断我家的电，导致冰箱里的胰岛素全坏了。我妈最后没能扛过去，我爸自责，就因为他跟老冯好，所以才间接害死了我妈。他发誓不会再来这片伤心的了，但我不一样，我必须要让老冯付出代价。话说到这，我又一次在芳华的眼神中看到了那让我非常不舒服的情绪。我后知后觉，原来当时他针对的不是我，而是老冯。你别怪柳阿姨瞒着你不说，是我让她先别告诉你的。从你入住的第一天，我就开始观察你了。你和老冯起冲突，对我而言是个机会。不过就老冯那德行，有点脾气的都会和他起冲突。我担心你会和那些服软的邻居一个样，所以才多观察了你一段时间。柳阿姨劝你走，也算是个小考验吧。我很感谢你，即便家里成了这样，包括成为众矢之的，你都没向老冯服软的意思。直至此刻，我心里所有的疑惑都通了。大婶当时不肯开门，说到底是芳华的指示。好了，该解释的都解释完了。柳阿姨，您回避一下吧。芳华突然要求大婶离开，这让我感到有些不对劲。我住在这里的那段岁月，柳阿姨对我挺照顾的，包括她帮我试探你，让我不忍心将她卷入接下来的事情当中。大婶离开后，她便告诉我计划。老冯认识我，所以我不能出面。你这会儿正好被赶上架，去找他求饶，并且告诉他你想带着他出去玩一趟，车票和地方我来安排。我很是疑惑，这就是你的计划，合着就是要我去讨好他？你只管按我说的做，剩下的都交给我。虽然我不明白他想干嘛，但大致我也能猜出个所以。那我什么时候去？天亮以后。天蒙蒙亮，我便去附近的便利店买了条华子，找上正在打盹的老冯。老冯见我带着华子过来，扯着嗓子就开始笑，哈哈哈，怎么怕了？之前是我不对，早知道你这么厉害，我就给你包红包了。呀，现在知道我厉害，告诉你这是一球华子过不去，都赶不上当初我问你要的红包。再有我让你放过我的时候，你放了吗？把我送进去，这是远远没完。老冯得寸进尺的样子，又让我泛起了恶心。好在我忍住了。你消消气，我知道一条华子不足以弥补我的过错，但我这不是还有东西要给你吗？你还想给我什么？我觉着你光棍一个，一定没出去好好玩过吧？我订了票，咱们出去好好玩一圈。放心，所有费用我全包，保证不带坑你的。完了呢，我们也算花干各位玉帛，回来后我们也能共同为小区的平和献出一份力。我知道这一步是计划中最重要的一步，但凡他拒绝，计划就失效了。只见老冯听我要带着他出去玩，竟两眼放光，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你认真的？这我能骗你吗？身份证给我，我现在就给你买票。好，你这道歉的态度我接受了，但在我出去了不能只玩一个地方，多玩几个的。吃住你也要给我供好，不然回来后我照样收拾你。我心中冷笑不止，还回来收拾我？你确定你还能回得来吗？在芳华的安排下，我与老冯当天就坐上了前往南边的高铁。一路上我好吃好喝供着，老冯则是像个皇帝一般，一直到了目的地，我突然想去趟厕所，我便告诉了老冯。老冯没多想，就在原地等我。也就在我进入附近的公厕时，我看见有2个戴口罩的男人，一左一右将他拽着推进了面包车。果然我猜的没错，
而我顺势去了当地派出所报案。警察让我先在当地等等，他们会立刻派人前去寻找。我来到了芳华定下的那家度假酒店，一见到我就丢给我一张卡。什么意思？我妈当初去世后给的补偿金都在里面了，也没剩多少，除去这2天的消费，回去后你把家里好好打理一下吧。得知这是人家母亲的，我本不想收下，可芳华执意让我收下。你现在住的那套房子是我生活了7年的地方，虽然本子上没我名了，但我还是把它当成自己家，所以你打理也相当于帮我打理，别客气。一码归一码，你想回来随时可以。这些钱我拿着不安心，总感觉是在消费它。说到这，芳华的神色有些黯淡。收下吧。另外，我们该看好戏了。他调整好情绪，接着打开早已准备好的实时监控。老冯正被人带到一处空旷的场，他疯狂的求饶，可那些人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灾难，即使他是再厉害的无赖，也翻不了天。迎接他的只有一眼能望到头的人生。他已经翻不了天了，接下来你只要等电话就行。在南方玩了3天，警察通知我，失踪人口暂时还没下落，建议我先回自己的家乡，等什么时候有结果了再联系我。到家后，我想请家政来打扫卫生，他却拦住了我。自己家叫外人来打扫干什么？有这钱浪费，还不如快去把窗户换了。等到妻子回来的那天，他突然问道：“今天进来的时候没看见老冯，他早就出来了吧？是辞职不干了吗？”我和芳华相视一笑。是啊，不干了，连人都不做了啊！管他干嘛？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恶人自有天收。